購買相機的第一的選擇要項呢，有非常多，有人在意畫質，有人在意相關鏡頭的搭配，但是呢，相機本身外觀好不好看，我相信是非常多人在選購相机的時候會優先考量的事情。遇事不決呢，選擇富士，我覺得是過去呢蠻多人在優先考量到相機外觀上面的時候會做的唯一選擇。那最近呢，因為 Recon GR 系列呢，突然又變得非常的熱門，所以很多人也會覺得，Recon GR 相機呢拿起來是非常好看。那如果今天你玩一段時间攝影，發現手上的 APS-C 片幅的富士相機已經稍微有點沒有辦法滿足你了，對於特別在意相機外觀的用戶，這時候該升級什麼呢？會升級到富士的中片幅相機嗎？好像有點跳太大了，這時候就會把目光看向全片幅的區塊。而目前呢，市面上就那麼一台相機，會是普遍許多富士用戶想要升級往全片幅之後的唯一選擇。那台相機呢，就是尼康的ZF。 我們在過去尼康 ZF 剛發表的時候呢，也做過了2集的節目來跟大家分享尼康 ZF 的規格，以及一些使用心得，以及搭配鏡頭上面的一些推薦。那過了2-3年的時間，我自己呢也購入了一台尼康的 ZF， 但是作為我現在手邊呢尼康 Z 環唯一一台相機，那我這一陣子呢帶着它，不論是出國或在路上拍照，然後又體驗了一番哦。事隔2年呢，我有沒有產生出一些新的看法，以及呢我對於尼康 ZF 呢在2026年是否依然的推薦呢？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節目。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呢，因為主要要介紹的部分包含像優點跟我之所以推薦它的理由，其實跟之前的那支影片沒有太大的差別。那我今天做這一集的節目到底要為什麼呢？因為這一陣子我們其實分享很多關於在街上拍照啊、新手入門購買相機的一些心得。那關於呢，在街拍的時候，我會去購買怎麼樣子的相機，其實會是蠻多觀眾會詢問的。包含上一支在 BF 的影片裡面，也有不少觀眾問到我說：“我既然說 BF 是一台我不是那麼推薦的用在哈扣街拍的相機，那麼哪一些類型的相機會是我所推薦適合用在街拍比較偏哈扣運用的一台相機呢？那麼這台相機會是尼康的 ZF 嗎？”我自己其實也是帶着這樣的想法，因為在先前的介紹裡面，我們比較偏向是在跟大家介紹尼康 ZF 的它基本上的規格。那這一次到了釜山呢，我其實花了很長時間，基本上我沒有在使用 BF 的時間呢，我就在使用 ZF。那我使用 ZF 的時間呢，又比 BF 再更長一點。先在我繼續講下去之前呢，我想再去稍微跳回頭講一下，我認為尼康 ZF 啊，它還是一台很推薦給新手使用的相機，或者是你從富士的相機，如果你今天不是那麼喜歡使用富士本身的機身調色，因為我們都知道蠻大一塊的富士用戶呢是衝着，因為富士有很多底片風格的機身調色，所以選擇富士。但當然還是有一部分的富士用戶，他其實並沒有需要使用機身調色，他可能會偏向拍攝弱檔之類的。那麼這種情況下呢，我覺得 ZF 呢確實以外觀上來說，它是一台依然很好看的相機。我相信從2023年到現在，也沒有哪台相機的外觀呢跟它能夠做相提並論的。那麼這台相機呢，為什麼我會說它很適合新手去使用呢？就如同富士相機，我其實蠻推薦給新手使用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 ISO 光圈跟快門呢，基本上都是有獨立轉盤的。那當然光圈你可能需要有光圈環的鏡頭，如果沒有使用有光圈環的鏡頭的話，依然可以使用前滾輪。我覺得 ZF 是一台它的滾輪給的非常充足的一台相機，唯一要說就是它沒有摇桿，這一點我覺得稍微可惜。之外呢，其實它包含了 ISO 的滾輪、快門的滾輪以及前後2個滾輪，包含背後呢有可以調整對焦點的十字鍵，那這張螢幕是可以觸控的，所以基本上你說你要在調整上遇到什麼太大的困難，好像也還好，因為基本上你需要用到的調整的參數的東西都有，而你要調整模式呢，也不像富士，你需要自己知道你要把光圈調成 Auto， 你要把快門調成 Auto， 它才可以轉變在 A 模式跟可能 P 模式之間做切換，它直接在機背上面呢就有一個拨桿，可以讓你直接從 Auto 一路切換到 M 模式，所以你在模式上的調整呢，我覺得對新手呢也非常的直觀。所有需要調整的參數呢，包含曝光補償這些東西，甚至它在機背上面呢也會顯示光圈的數值，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的尼康的鏡頭呢，它其實是沒有光圈環的，像我自己很喜歡用的，包含像26 f2.8 這一顆或者是51.8那個鏡頭，它是沒有光圈環的。那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這個超級可愛的小的光圈環的一個視窗，直接看到你現在光圈的數值。也就是說，你從正上方往下看，你不需要看熒幕，你就可以直接知道你現在的3個參數。就我認為在於
這種低角度拍攝上啊，你在操作它的參數上是非常方便的。當你今天所有的參數都是獨立的轉盤去控制的時候，你不需要開機，你就可以先把你的 ISO 調好，也可以把你的快门調好，頂多光圈等你開機之後呢，再快速調整光圈，你可以直接達到你要的效果。所以無論你是從富士升級要到全片幅的用戶，或者是你是一個純新手，你就直接想要買一台全片幅的相機，那麼尼康 ZF 呢，我覺得到2026年都還是一台蠻推薦的相機。那麼就我自己而言，如果今天你要把它用在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嚴苛的街拍的狀況下，那我在這陣子的體驗下呢，我有什麼樣的心得呢？首先，我們先回到在上次拍攝之後呢，其實有蠻多觀眾都有 feedback 說，其實長時間在使用下，我覺得手腕上面的負擔比較重，因為畢竟它是一台700多克的相機。那我覺得以它的機身呢，扣掉手把，就是你另外裝的手把之外啊，它本身的握感呢并不是很好。如果今天你追求握感的話呢，我们都知道后来推出了一台 Z52， 基本上 Z52代呢，它的性能呢是稍微高過于，我觉得稍微高過于 ZF， 那整體而言呢非常好用的一台相機。那更不用提現在 Z63 的價格其實也比較漂亮了。那如果今天你是外觀重於一切的話，那 ZF 呢是你唯一的選項，沒有辦法。那這個情況下呢，也許裝上一個手把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但是就如同剛剛所說的，因為它本身的重量達到710克，在這個情況下，你搭配的各種鏡頭，只要不是這種餅乾類型的小鏡頭，對你的右手腕的負擔其實是很重的。你長時間單手拍攝，基本上我認為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還是需要左手去做輔助。那我也認為，在以配重上來說，頂多用到可能像50-35 1.8。定焦鏡這樣的鏡頭，如果你搭上可能像24-120之類的鏡頭，我相信各位有用過都知道，我覺得在整體的無論是外觀的好看度上，或者是整體的配重上，我覺得都不是那麼的合適。所以反之呢，如果今天你比較傾向是你有很多尼康的鏡頭想要去使用，那麼我可能會優先推薦你Z52代，可能會比起 ZF 呢來得更好一些。那這台相機呢，在做街拍上的操作呢，如果你這樣搭配，不管是原廠原本就預計搭配具有復古外觀的，可能像28或者是像40這些鏡頭，或者是我自己很喜歡這顆26鏡頭，那麼你用雙手去握持的時候呢，它的重量配置呢，其實可以很好的抓在你的身體的這個地方。那我覺得它重心是好的，它的滾輪上面的設計呢，我自己覺得我用到一半之後呢，我才意識到，就是你兩個滾輪如果同時往外轉，它都是降低曝光的量，你往內轉就是增加曝光的量。ISO 值往內轉的時候是增加，往外轉的時候減少。快門速度呢，往內轉的時候呢是放慢快門速度，往外轉的時候呢增加快門速度。也就是說，當我今天突然有個畫面，我一瞄，我發現過亮了，我就只要很快的把我的滾輪兩個，要麼就是都往外推，往外推一個，那肯定是會夠的，或者往內拉一個。如果我覺得畫面太暗的話，操作的記憶性上蠻好的。為什麼？因為就是尼康的相機很多轉的方向跟大家不太一樣哦，所以我覺得有這個稍微好記憶的方式呢，這一點還蠻好的。再來就是呢，比較可惜的幾個地方就是，像我自己啊，就是主要是用它來街拍。那因為它的翻轉螢幕呢，還是比較偏向是錄影類型的翻轉螢幕。但是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以 ZF 來說，可能大家不會那麼大量的去使用它做錄影這件事情，因為更好去做錄影的選擇，那可能不會選擇 ZF。但是這種類型的翻轉螢幕啊，當我今天要做低角度，因為我覺得它的這個握感啊，其實很適合放低角度，在腰平左右的角度呢來做拍攝，尤其是在使用26這樣的鏡頭。可是這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如果要透過上往下來看螢幕的時候呢，我這個螢幕必須要翻到這個地方來，它就會破壞了我原本抓住這台相機的手感。我自己覺得這樣抓了，我有點怕它斷掉，但我又想要用力的握持住它哦。那這個時候呢，就會變成說，這個翻轉出來的螢幕啊，反而阻擋了我去調整 ISO 值。再來呢，另外一個點就是，如果我今天呢，我把螢幕翻出來，我用比較輕便的方式呢，我又主要靠我的右手去支撐住這台相機的時候啊，我覺得拇指在滾這個快門滾輪的時候呢，我覺得有一點受限，所以會產生一個非常畸形的狀態，就是當我今天想要用低角度在拍攝的時候，我要調整快門速度，我發現我的拇指滾不過去的時候呢，我要用我的右手繞過這個螢幕，從上方或者是從前方，或者從任何地方，用一種不是很帥氣的角度來調整我的快門。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很可惜的就是，如果它的螢幕做成的是下往上翻的，那麼我覺得對這台相機絕對是大大的加分。再來就是因為它的像素呢只有2500萬左右的像素，那講一下我的看法，就是我覺得這台相機它本身的配重啊，它其實更適合裝這種比較小型的餅乾的鏡頭，尤其就像26或者像28、40這幾顆鏡頭。那麼在這個情況下，如果我今天像素更高，我可以裁切的話，那我覺得我搭配餅乾鏡的意願度會高很多。ZF 剛出的那個時候啊，你問我說2500萬像素夠不夠？我告訴你夠，我覺得這很夠，你裁切一下1000多萬絕對足夠啊。
但這幾年可能高像素相機用多了，有一點點回不去了。你可以用更廣焦段的鏡頭去做裁切，這件事情真的是很方便。當你今天像素到6000之後呢，我覺得數位裁切這件事情呢變得非常非常好用。所以如果这台相機它的像素呢能夠達到更高，也許不到6000，也許4000、5000，那麼我覺得你裝個26在街上可用性呢會高上非常的多。那我覺得拿它去做街拍的彈性呢會大很多。我覺得它的對焦性能啊，它的辨識那些東西，就跟如同2、3年前所介紹的一樣，沒有太落後於現在這個時代。黑白外觀的風格，我覺得這個按鈕這個撥桿呢，其實是一個很棒的東西。可是我覺得有另外一個點，就是我覺得尼康啊，目前在機身調色上面啊，沒有給我像富士一樣那麼大的企圖心。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現在富士新的相機基本上都在機身上面裝上了機身調色的轉盤。XT50剛出裝轉盤的時候呢，我其實覺得很荒謬。但是在這麼多台相機出下來之後，我跟觀眾之間跟一些新手在聊天的時候呢，得到一些 feedback，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方便，因為機身調色的選擇已經是現在許多人在使用相機、使用一台帥帥的相機的時候，大家會去在意的事情。對於單純使用 JPG 來拍攝的人來說，可能會更為方便。那個時候，這個黑白的這個撥桿呢，可能會再更酷一點，甚至你有更多黑白的風格可以做調整。那就像可能像 Recon 有 GR 的 Monochrome 一樣，那你今天切成黑白模式，我覺得這一件事情啊，在街拍跟我覺得對於新手在體驗相機樂趣上面還是非常棒的。但我覺得依然啦，就是以現在來說，它還是一台我覺得蠻酷的一台相機。那最後呢，我想要微微的抱怨了一下，就是關於手把的部分，因為我前面講了，在上一次的試用之後，我就知道這台相機的手把在握持上面呢不是那麼好，所以我購買了原廠的手把。我看了非常多網絡上的評價，然後就國外的那種各種，有人用4、5個手把之後呢，寫一個綜合評價，我看了好幾個，普遍最終指向都覺得原廠手把呢，跟這台相機在外觀上的契合度以及在握感的支持度上面呢，都達到一個很好的平衡。我滿心歡喜的，在我拿到 ZF 之前呢，我就把手把買好了，而且我還很幸運的，我在國外的拍賣網站上買到了很便宜的原廠手把。我當時在買到那個便宜的原廠手把的当下，我就沒有想到為什麼會這麼好買到一個便宜的原廠的手把。當我裝上去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呢，第一個我覺得它握感呢確實是有改善的，因為原本呢可以說是沒有握感，但是呢我覺得並沒有到非常好的程度，因為它本身重量的關係。我自己覺得最合適的拿法呢還是這樣。當我今天要換電池的時候呢，我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當我今天打開電池室啊，撥開電池的那個扣把之後呢，電池掉不出來。因為這個手把它邊緣這個厚度其實很高，它是可以夾腳架沒有錯，但是呢，因為它這個手那個很高，所以你要有點費力才可以拿出來。記憶卡就不用講了，你不要說大的 SD 卡，那因為裡面還有一張 micro 的 SD 卡，你基本上是很難在裝上手把的時候呢去更換你的記憶卡。我甚至連大張的 SD 卡呢，其實都有點拉不太出來。所以就變成我今天在街上拍到一半，我要換卡的時候呢，我必須先卸下我的就是原廠的這個手把，我才可以去進行電池甚至記憶卡的更換。這一點我覺得是在這個手把在設計上的時候呢，也許沒有考量的這麼周全的一個點，因為它畢竟又是原廠的，所以我會覺得有一點的可惜。OK， 以上就是我在這段時間呢，將這次去釜山之後拍攝了許多照片以及日常拍攝的一些心得的整理睽違了2年多快3年的時間，我自己當然很期待它能夠出下一代，能夠改進我的問題。但我相信大家也知道，這個 ZF 這種復古風格的相機，它更新的速度可能不會這麼快。未來如果有機會出下一代的話呢，有蠻多細節，我覺得是可以再去修正一下的。那作為一台2026年的酷的相機，我覺得沒問題。那作為一台哈扣的街拍相機的話，我覺得還差點意思所以就這樣簡單跟你分享。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拜拜。